很多人翻开《红楼梦》第一回就懵了，什么女娲补天，石头说话，然后一僧一道，然后翻了10多页还没有看见贾宝玉，林黛玉更是连个影子都没有。然后合上书发条朋友圈说对不起，读不下去，告辞。我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啊，《红楼梦》的头2回确实比较难，文字古奥，又是神话设定，又是石头自白，然后一僧一道，他们到底是谁？他们是干嘛的？跟后面大观园里的故事完全2个节奏。但是您如果能坚持一下，熬过这2回的设定集，进入第3回林黛玉进贾府，故事一下子就顺了，人物也活了，您会看得停不下来的。但是呢，这头2回的设定集它是非常重要的，如果你只想看个热闹，那可以跳过。但是你想看出这部小说它说的是什么，它缘起在哪里，人物都有谁，甚至谁主谁次，全部都在这2回里。如果理解得了头2回就非常简单了，所以我建议您先听我的演播，跟着字幕看文字，然后我会给您解读，把您不理解的地方讲给你听。然后我的演播是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经典版的《红楼梦》来讲的啊。来，我们先听原文。此开卷第1回也。作者自云，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，故将真事隐去，而借通灵之说，撰此《石头记》一书也，故曰真事隐云云。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，自又云，今风尘碌碌，一事无成，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，一一细考教去，觉其行止见识，皆出于我之上。和我堂堂须眉，诚不若比群钗哉？时愧则有余，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。当此则自欲将以往所赖天恩祖德，锦衣纨绔之时，卧干燕肥之日，被父兄教育之恩，复师友规训之德，以致今日一计无成，半生潦倒之罪，编述一集，以告天下人。我之罪故不免，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，万不可因我之不孝，自护己短，一并使其泯灭也。虽今日之毛船朋友，瓦造绳床，其晨曦风露，街柳庭花，亦未有仿我之襟怀笔墨者。虽我未学，下笔无文，又何妨用假语村言，敷衍出一段故事来，亦可使闺阁照传，复可悦世之目，破人愁闷，不亦异乎？故曰假语村云云。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，是提醒阅者眼目，亦是此书立意本旨。列位看官，你道此书从何而来？说起根由虽近荒唐，细按则深有趣味，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，方使阅者了然不惑。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，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12丈，方经24丈顽石36501块。娲皇氏只用了36500块，只单单剩了1块未用，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。谁知此时自经锻炼之后，灵性已通，因见众石俱得补天，独自己无才，不堪入选，遂自怨自叹，日夜悲嚎惭愧。一日正当接道之际，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，生得骨骼不凡，风神迥异，说说笑笑来至峰下，坐于石边高谈快论。先是说些云山雾海、神仙玄幻之事，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。此时听了不觉打动凡心，也想要到人间去想一想这荣华富贵，但自恨粗蠢，不得已便口吐人言，向那僧道说道：大师，弟子蠢误，不能见礼了。试闻2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，心切目之啊。弟子志虽粗蠢，性却稍通，况且二师先行道体，定非凡品，
必有补天济世之才，利物济人之德。如萌发一点慈心，携带弟子得入红尘，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，自当永佩洪恩，万劫不忘也。二仙师听毕，齐憨笑道：“善哉善哉，那红尘中却有些乐事，但不能永远依世。况又有美中不足，好事多磨8个字紧相连属，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，人非物换。究竟是到头一梦，万境归空，倒不如不去的好。”这时凡心已赤，哪里听得进这话去啊？乃复苦求再四。二仙知不可强制，乃叹道：“唉，此亦静极思动，无中生有之术也。既如此，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。只是到不得已时，切莫后悔哦。”那石头道：“自然自然。”那僧又道：“若说你姓林，却又如此至蠢，并更无奇贵之处，如此也只好垫脚而已。也罢，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住，待劫中之日复还本质，以了此案，你倒好否啊？”石头听了，感谢不尽。那僧便念咒书符，大展幻术，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，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，可配可拿。那僧托于掌上，笑道：“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，还只是没有实在的好处啊，须得再镌上数字，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。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，十里簪缨之族，花柳繁华地，温柔富贵乡去，安身乐业。”石头听了，喜不能禁，乃问道：“不知赐了弟子哪几件奇处啊？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啊？望其明示，使弟子不惑也。”那僧笑道：“你且莫问，日后自然明白。”说着便绣了这时，同那道人飘然而去，竟不知投奔何方何社。好，原文先演播到这儿。全书的开篇是曹雪芹亲自跳出来给自己写作者案。您发现没有？他上来就说，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，故将甄士隐去，然后给自己起了2个化名，一个是甄士隐，一个是贾雨村。这哪里是写小说啊？这是写免责声明呢。他说：“我写的都是假的，你们别对号入座。”但是您细品啊，这贾雨村眼里藏着真东西。曹雪芹说：“今风尘碌碌，一事无成，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，一一细考教去，觉其行止见识，皆出于我之上。”这太吓人了吧！一个封建时代的男性知识分子公开承认我不如女人，他用的词是须眉诚不若群钗，堂堂须眉4个字，把自己架得高高的，然后摔下来，实愧则有余，悔又无益。这可不是谦虚啊，这是忏悔啊！脂砚斋批开卷一篇立意，真是打破历来的小说窠臼。脂砚斋看得明白，曹雪芹这一手不是普通的小说家的自谦，是拿整个封建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在开刀。他把自己放在了被审判的位置，让那些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的女子来做审判。这种颠倒在当时的文学里是破天荒的。那么更狠的是，毛传朋友瓦造绳床，他现在穷到了住草房睡绳床，但是晨曦风露街柳庭花，亦未有防我之襟怀笔墨。什么意思？他说我物质上穷透了，但是精神上还很富有。他写《红楼梦》不是为了赚钱，是为了使闺阁照传，让那些被历史埋没的女子通过他的笔活过来。这是使命，不是职业。脂砚斋批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啊？这几个字点破了《红楼梦》最核心的特质，它是经历出来的，
不是编造出来的。曹雪芹的穷不是装穷，他是真穷；他的悔不是装悔，是真悔。这种真让后面的贾雨村言有了重量。就像现在某些纪录片用情景再现拍历史，人物是演员演的，但是故事是真的。曹雪芹在300年前就玩明白了这种虚实相生的叙事策略。而且您注意他说虽我未学，下笔无文，又何妨用贾雨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。这敷衍二字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演绎。他知道自己文笔不是最好的，但是没关系他用贾雨村言，用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讲最真的情。那这其实也就是我红楼演说局的核心理念不端着不念经，像聊天一样把经典讲明白。那么再说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，是提醒阅者眼目，亦是此书立意本旨。曹雪芹直接告诉你，别当真这都是梦。但是梦不是虚无，是真实隐去后的另一种真实。真实隐也就是把真实隐去，贾雨村也就是贾雨村流，这2个名字是全书的方法论，把真实隐藏起来，用假话讲出来。然后呢，才是女娲补天。这块石头为什么被剩下呢？因为它无才补天。您品品这4个字像不像年底评优，您觉得自己挺能干的，结果名单一下来就是没有你，那石头当时就崩溃了，自怨自叹，日夜悲嚎惭愧。脂砚斋批惭愧之言，呜咽如闻，这8个字是脂砚斋听曹雪芹说话。他说这石头惭愧的样子，他仿佛能听见曹雪芹在哭这不是评书，是听书。脂砚斋不是在旁边冷静的分析，他是在旁边陪着作者一起难受。这种批语在全世界文学评论里独一份。然后是大荒山、无稽崖、青埂峰，这些地方在哪儿别纠结，这就是作者起的名字。把山崖峰去掉，剩下大荒无稽都是无可查考之意。而青埂谐音情根，脂砚斋批自谓落堕情根，故无补天之用。脂砚斋直接点破了，石头被扔在情根之下不是偶然，是命中注定，它补不了天，因为它生来就是为情而来的。整部《红楼梦》不就讲了一个情字吗？而且这里有数字密码高经12章，方经24章，完时36501块。12是月份，24是节气，36500是一年的天数的数字。那曹雪芹在干嘛呢？他在用时间给这块石头编码。脂砚斋批照应12钗，也就是说这块石头从诞生起就注定跟一群女子的命运绑在一起。这不是普通的石头，这是时间胶囊，里面装着整部书的人物密码。那这一僧一道为什么不拦着这个石头呢？因为他们知道年轻人不撞南墙不回头他们警告石头说，美中不足，好事多磨，到头一梦，万境归空。但是石头凡心已赤，非去不可。二仙叹口气说好吧，行吧，带你去，但是别后悔这像什么呀？像不像一个孩子刚大学毕业说我要去大城市闯荡闯荡，然后他妈妈说外面可苦你不要去了。他说我不听，然后他妈妈能怎么办呢？只能给他打点行李，说去吧，撞了墙记得回家这一僧一道就是这个心态。这一僧一道的叹息不是神仙的冷漠，是曹雪芹自己的眼泪。他明知前面是火坑，但是不得不跳；他明知到头一梦，但不得不梦。这种清醒的沉沦是《红楼梦》最动人的地方。这一僧一道明白，讲再多的大道理，不如让石头自己经历一回，这叫历劫。一僧一道在全书里多次登场，是最清醒的旁观者。他们代表宇宙的本源，深知万法皆空，唯有因果不空。世间所有的执念必须当事人亲身了结才能放下，所以他们只能点醒，不能强拦。而且这一僧一道同步相伴出场，藏着更深的意思。佛道本为一家，后世分出门户是众生分别心造成的人为划分，大道真相从来都是万法归一的。
曹雪芹在开头就告诉你，别站队，别分派，看本质。所以今天我们总结一个核心认知啊，《红楼梦》是一部架空原创小说，头2回就是设定集，但这不是普通的设定集，是作者用血泪写下的创作谈。他告诉我们，我写的是梦，但是梦里有真事儿；我写的是女子，但是她们比我强。我现在很穷，但是穷不妨碍我写。我文笔不好，但是假语村言能传真情。那这块石头不是废物，它是被时间锻造的情根，它也不是任性，它是必须亲自去人间打滚的修行者。那么下一期我们要讲这个石头的故事是怎么被记录下来的。空空道人路过青埂峰，看到这块石头写满了字，还挑了一堆毛病。这石头急了，开始为自己辩护，顺便把当时市面上的小说套路给痛批了一顿。这段辩护词堪称中国古代最精彩的文学批评。我们下期接着讲。